我们今天的主题是动态规划，那英文叫做 Dynamic Programming。那看到这个字呢，大部分人会有误解哦。你看到一个 programming，你就想说，哦，这是什么东西呢？这是程式设计吗？这是 iOS 的 programming 吗？这是HTML 的 programming 吗？其实都不是，它是一种规划。哦，这个规划跟你讲，就是它是一种有系统的方法来做一件事情，所以也叫做 programming 哦，所以它跟程式语言基本上没有任何关系。它跟你讲的是一种方法，一种想法。那这个想法呢，可以应用到很多不同面向去。好 ，Dynamic Programming 简称 DP， 哦，它是一个非常 effective method。那要计算什么问题呢？计算某一类问题叫 multi-stage decision problem。那根据的原理呢，叫 Principle of Optimality。我们这待会会讲到这个 Principle of Optimality。那应用呢，应用面就多得不得了哦，几乎各个行业呢都会用到 Dynamic Programming。那我们今天 quiz 会问说，请你列出3种应用出来。哦，那我这里列出很多种应用，那各位可以选其中3种出来写哦。我们今天也会讲到的是 longest common subsequence。哦，2个字串你要比对它中间有多少个字母是重复的，那这叫 longest common subsequence。edit distance， 你怎么样把一个字串由 A 字串转成 B 字串，然后用最少的 operation。那在 DSA 里面 ，data structure and algorithm 里面呢，常常讲到 matrix chain product。你有100个矩阵要连成起来，那矩阵相乘是有结合律的嘛？你可以先乘中间2个，然后再继续往外扩张。你也可以照顺序1、2、3一路乘下去。那不同的方式会造成不同计算的效能。那你怎么让它算得越快越好？这叫 matrix chain product。然后 all pair shortest distance， 我们在 DSA 有算过，算最短的距离，给你一个图哦，这图上，比如说捷运站密密麻麻的，那我问你，从公馆站要坐到南港展览馆，要怎么坐最快？那这就是叫做 shortest path，shortest distance。那有一种方法呢是 all pair shortest distance， 就是说你把我捷运每2站的距离就通通给我，我就一次可以算出来任2站中间那最短的距离要怎么走。哦，那它也用的是 dynamic programming。那当然还有 dynamic time warping，还有 hidden Markov model。那么尤其是 hidden Markov model， 这个是传统语音辨识里面最常用到的方法。哦，如果你有修李连山老师的数位语音处理，那就会讲到这一块哦。那不管怎么样，我们今天呢，你要至少要记住有3个应用，你要把它写出来哦。这边你稍微记一下，你看你要选哪3个哦。有的同学会讲说，老师你考这些记忆性的东西干嘛？但是只是让各位有点概念哦。有时候记忆是免不了的哦，就是你在念历史地理都要稍微记一下。这边只是让你知道说有这些应用，你选3个应用，将来你碰到这个问题，你就知道说哦，这就是 DP 可以用上的地方。好，所以请记住你随便选3种不同的应用出来，我们今天 quiz 马上就会考到。那么 Principle of Optimality 是谁提出来呢？是 Richard Bellman。哦，他其实还蛮年轻的，1952年出生的，到现在也不算太老哦。然后他讲了这个 Principle of Optimality 呢，就是这一段英文哦。那这段英文我征求一位同学来把它念一遍哦。有没有人到现在都还没问问题的，可以站起来把它念一遍，就算发问一次。来，同学念一遍，大声一点。念完了吗？好，解释一遍。没有开玩笑，不用解释。这个大部分人看完了这段话，每一个字都看得懂，但是整句话就不知道他在说什么。那这个厉害的人总是这个样子，讲一些话好像很有玄机在里面，这个是真的有玄机在里面，但是没有慧根的人，没有经验的人，其实通常都看不懂哦。
那这个也是同样的问题。你看，这每个字都看懂，那整句其实不是看得很懂。所以我们现在先不要管它这个东西，我们先回来讲这个它的原理，然后看几个范例之后，再回来看这句话，你就会比较清楚。那这边还有 DP 在 Web 上面也有很多各式各样的 tutorial 哦，这边有 MIT Open Course， 所以你有兴趣也可以点进去看一下啊。那么如果一个问题你要被 DP 来解呢，要满足两个特性啊，这个也是我们今天 quiz 会出现的。哪两个特性呢？第一个特性呢是 decomposition， 一个问题可以把它拆解开来变成小问题，哦，所以能够把它拆解开来是一个最重要的特性。那有的问题是没办法拆解开来的，这时候呢就很难用 DP 来解。哦，那一旦一个问题可以把它拆解开来，它还要满足另外一个特性才能用 DP 呢，就是它的每一个小问题呢，我们都可以把它解出来。每个小问题的 optimal solution 我们都可以找到，而且大问题的 optimal solution 能够由小问题的 optimal solution 把它结合起来。换句话讲说，你每一个小问题的 optimal solution 都找到，你比较大的问题，你就可以把小问题的 optimal solution 把它稍微结合一下，那你就知道比较大的问题的 optimal solution 在哪里。所以这是最重要的特性，这也是我们今天要考的部分。那 decomposition 不用讲，这个很多问题都需要 decomposition。那我们在 DSA 里面也会学到其他各式各样的方法来做 decomposition， 但是光 decomposition 是不够，在 DP 里面呢，你必须能够把大问题的 optimal solution 变成小问题的 optimal solution 的 combination， 这样才能够用 DP 来解。好，我们来你要解 DP 呢，有3部曲哦，我们这个连3页都有 quiz 哦。这个 quiz 呢，就直接问你说 DP 的3部曲是什么东西哦？因为 DP 呢，它的概念相当简单，所以我可以把它公式化，把它 SOP 化。那我这边就尝试在做这个事情。那任何问题呢，你只要能用3部曲把它列出来，那就是 DP 的问题，那就可以用 DP 来解。好，我们看 DP 的3部曲是什么？第一部曲呢，你是必须找到 optimal value function。这个问题呢，就是你要这个问题呢，这个 function 呢就可以描述成说，你要解一个比较大的问题，那这个大问题呢可以拆解成小的问题，然后最后你的答案呢要能够表示成这个 optimal value function。我现在讲的你可能也觉得有点糊那但是后面我们看范例就会知道那第二步呢是最难的部分，你经由这 optimal value function， 你能不能够导出来一个 recurrent formula？ 那这就是要做 decomposition， 一个大问题把它拆解成小问题，那所谓拆解就是把它变成一个 recurrent formula。那换句话讲，就是说你必须把这个 optimal value function 表示成一个更小的问题的 combination， 然后呢，这时候呢，记得你的 boundary condition 要列出来。各位记得你要写 recurrent equation 或者是 recursive function 的时候，你一直荡到对 base case 一定要能够停下来，这就是你的 boundary condition。那最后一步要 specify the answer to the original test in terms of the optimal value function。那这一步通常是比较 trivial， 但有时候也不见得会很直觉。所以这3步呢，就是第一批的3部曲。今天考试的时候，你要能够把它写出来。那这个讲一些原理呢，通常是很简单就是原理就这个样子但是碰到问题要解，那又另外一回事所以我们就来看一个范例这个范例相当简单各位用直觉方式去看，也都能够把它解出来。那但是这个范例非常有用，就是将来你碰到所有 DP 的问题，如果你能够把它 map 成这个范例，那 DP 也就出来了那这个范例呢叫做 optimal path finding 就是你要走最佳路径，你怎么样把最佳路径找出来那假设有一个网路长得是这个样子那你可以想象说，从开始的位置呢，这边是我台北好了，台北我要走到高雄。从台北我要走到高雄，那假设呢，它的路呢都是有方向性的，它就一层一层往下走所以台北，譬如说走到这边跑比较远譬如说这边跑到宜兰好了，这边走到新竹，
宜兰往下走，走到哪里？走到花莲去了，就跑比较远了。哦，那新竹往下走，可能走到台中。哦，所以在每一个地方呢，我用一个这边每一个 node 呢，就代表一个地点。哦，所以我这边 node index 从0开始，1、2，每一个 node 代表一个城，你可以想象是一个城市好了。那么那我这边用 A 和 B 来代表它的 node， 所以 PAB 呢是它的 transition cost。比如说我从台北要走到宜兰要花4个小时的时间，哦，那这个4当然是我随便写的，你可以想象就是它的一个 cost， 你必须花的钱或是你必须花的时间，哦，所以我可以写 P01 就等于4，代表从第0个 node 走到第1个 node 要4。那另外一个情况说，比如说我看36好了 ，P36要等于8，在这里 ，P36等于8，哦，所以这表示 cost 从一个 node 搬移到另外一个 node 要 cost。另外一个呢，你走到一个城市之后呢，假设这个城市非常繁华，哦，你要经过绕过有塞车什么的，也要花时间哦。所以 QA 指的是 stay cost， 这 stay 只是说你到某一个城市哦，它所要花的时间啊，要经过这个城市所要花的时间。比如台北走到宜兰，刚到宜兰只要4个小时，但你要通过宜兰要5个小时。哦，可能宜兰是大城市，里面都是塞车，然后里面也不能开车，你只能用走路之类的哦。然后从宜兰走到花莲要3个小时，通过花莲要2个小时，这样一路走下去，那我请问你，从台北到高雄所花的最短时间是多少？这就是我们的问题。那从这个图来讲，我要 find the optimal path from nodes 0 to 7。哦，0在这里起始点，end 在这里结束。哦，那希望这个 total cost 呢能够把它 minimize， 要越小越好。那这当然是一个很小的问题，你画出来没几个城市嘛，你到处随便走一走可能就走出来。但是，一旦这城市变得很大，比如上面 node 有1000个，那你就没办法乱走，你就必须靠有一套方法来计算最短的距离。好，那我们怎么样把这个 DP 用上来呢？怎么样把它 formulate 成所谓的3部曲 （3 step）？第一步呢，我们定义这个 optimal value function。哦，我定义 T of H 就是 the minimal cost， 从 starting node 从 node 0开始到 node H 所要花的 cost。哦，我先定义这个样子。那我这时候呢，我就可以看到我的 recurrent formula 就可以写成这个样子。这是什么意思呢？假设呢，我要走到 H， 有没有？这是 H 这个 node。假设我所花的最小时间是 T of H， 那 T of H 你可以想象嘛，它走过来的可能性只有3种路径，一条是从这里走，一条是从这里走，一条是从这里走，只有3条路会走过来。那你就取3条路里面，看哪一条路走得最快，那也不就解决了吗？但哪一条路走得最快，其实你现在立刻并不知道。但是你假设说，我走到有没有这个是从 A 走过来，我假设我知道 T of A， 我知道 T of B， 我知道 T of C， 那这时候 T of H 就等于 Q of H，Q of H 是要走过这个城市所花的时间哦，把它加上来，然后加上 minima 有3条路径，3条路径里面取最短最快的路径。那最快的路径呢，就是 T of A 有没有从这条路走进来 ？T of A 加上 PAB， 这是第一条路径。那第2条路径呢，就是 C of B 从这里走过来，加上它的 transition cost。那第3条路径呢，就是 T of C 加上它的 transition cost 从这里走过来。你这样就已经写完了，这个问题其实就已经解了一大半了。就是我要走到这个 node， 就看前面怎么走过来，我就取前面最小的把它加进来就可以。那你会问说，老师，那这个 T of A、T of B、T of C 这3个我通通还不知道啊？通通还不知道没有关系，这个你看我从这一层有没有，我就往前推到这一层，那这一层我又可以往前推到这一层，一路往前推到最后，这 T of A、T of B、T of C 走到这里的时候我就知道啦，因为一开始就是0嘛，所以我有一个 boundary condition T of 0等于0，哦，等于说从起始node出发的时候，我永远根本就不用花任何 cost 就等于0。
那从这里再往前一路推过去，你就知道它到底是怎么样一路走过去。所以那个概念其实还蛮直觉、蛮简单的哦。那最后我的 answer 呢，三部曲嘛，这一部曲、二部曲、三部曲。所以你的答案是什么？答案是 T of 7，因为我前面讲它的高雄是在第7个 node， 所以你要找的就是 last node T of 7。简单讲是这样做哦，所以我们列出来 T of H 的时候是把它往前推，从这一层指到后面去哦。我这边解不出来，没关系，先看后面。我这边也解不出来，再往后看，这边也解不出来，再往后看。但是真的在解这个问题的时候，你是从前面开始做，因为你前面已经知道答案了，那你就刮洋葱，这样一层一层，好像洋葱在剥皮一样，一层一层把它剥掉，那最后答案就会出来。那我们来看看这个范例哦，我来做一遍给各位看哦，所以从这开始是0哦，从它的 cost 是0，我要把 T of H 呢就把它写出来，一路写过去哦。那这边其实有时候也很容易做错哦，各位要帮我看哦，如果做错的话，你要能够看得出来哦，不要让我这样一错再错，最后得出来是一个错的答案哦。这个我错了不代表你的 quiz 可以错哦，所以不过通常我是不会错的，但偶尔会老眼昏花就错掉了哦。那这个例子还好，其实蛮简单的，大概就看得出来。但是有时候碰到比较复杂的例子就容易错哦。好，我们来看这个范例哦。我们现在要算 T of H 走到每一个 node 所花的最短时间啊。譬如说你走到这里，要走到这个 node， 它只有一种可能，从这里走过来而已，所以是0加4加5，所以这边是9。我把它圈起来，这样比较能看得出来。那走到这个 node 也只有一种可能是0加2加4，所以是6在这里。那走到3这个 node， 它只有一种可能，所以是0加3加1，所以是4。这只有一种可能，当然就不用讲，它就只能走这条路过来。好，现在这边就开始不一样哦。你要走到 node 4， 这里有2种可能，一种是走这里，一种是走这里。好，那走这里它所花的 cost 是多少呢？是9加3加2，所以得到是14。但如果走下面这条路呢，它的 cost 是多少呢？是6加2加2，所以得到是10。所以你知道说哦，那一定要从这里比较快嘛，所以我就知道说哦，这里最小的 cost 是10。那同时这时候你要注意一下，我们到时候要 backtrack， 知道它是从哪里过来，所以通常我们在这里加一个小箭头，表示说哦，你如果走到这个 node 第4个 node， 那应该是从这里走过来，所以我在这上面加一个小箭头。再看下面 node 5， 一样，它有2种可能，一种呢是6加5加4，从这里过来的嘛，那就是15。那另外一种可能呢是4加1加4，得到是9。那你就知道说，哎，9比较小啊，所以走到这里最小的 cost 应该是9，然后应该是从这里走过来。但这小箭头在这里是没画，因为这边都是只有一种路径哦，我还是把它画上去。那再来看的 Node 6， 第6个 node 在这里哦。第6个 node 呢，它一样有2条路径，一个是走这里，一个是走这里哦。当它走上面这条路径的时候呢，是6加5加6，所以得到的是17哦。那走这条路径的时候呢，那变成4加8加6，所以得到18。所以你知道说哦，那应该从上面走，所以我一样，我把路径画出来。所以这边得到的是17，在这里，6加6 15。对，是，抱歉，哎，不是15啊，17，抱歉，刚刚讲15的人，哎，我差点被他骗了哦，不是被他骗了，我差点也弄错，不能讲他骗我，因为我自己也常常会看错哦。你要加的不是加这里哦，不是1加8加6哦，这样加起来就是15哦。但是你要知道说，已经走来这里了，已经走到这个 node， 它的 cost 是4，所以是4加8，我把它框起来，4加8加6，这3个相加才对。哦，你已经走到那里了，那 cost 再加，所以再讲一遍了，上面的 cost 是在这里，我把它框起来。
上面是6加5加6，所以是17。下面的是4加8加6，所以是18。所以我就知道说，好，那这边是17，走到这里是17。那从哪里走来呢？是这里哦，这越画越难看了哦，我把它画粗一点，从这里走过来。哦，但这边有没有问题？哦，所以待会考试的时候会出类似这样的题目，也是让你画路径，不要弄错了哦。那最后一个到最后一个 node， 你就知道说啊，它有3种可能嘛。哦，看第一种可能是10加1加1，所以是12。哦，第二种可能是抱歉，也不是是9加3加1，所以是13。那第三种可能是13加3加1，所以是21。所以你知道说，哎，这边是最小，从这里走过来最小，所以得到的是最后路径是cost 是12，然后是从这里走过来。所以你可以想象说，我就是在剥洋葱，从开始的地方一路往右边走，啊，一层剥，一层剥，一层剥，一路剥下去。当我剥到目的地的时候，我就知道说，哎，那我走到目的地最小的 cost 是多少？而且我也知道它怎么走，因为你看从这里，你再走到这以后，你就从这里，有没有？这里有个箭头跟你讲是往回走，所以你就走，这不好画，我画一个陡线，哦，这走到这里。到这里你就发觉是从这里往下走，所以你就从这里再继续往下走，而且走到这里你发现是往这里走来，所以就是从这里走下来，所以这就是你的最佳路径。那最佳的路径的 cost 就是等于12，然后就是从 node 0再走到 node 2，再走到 node 4，再走到 node 7，那这就是你的最佳路径。那在解这类问题的时候呢，你要记得，它要能够剥洋葱哦，有没有一层一层往下剥，一层层往下剥？如果你碰到其他问题不是这个样子，你可以走过去，还可以再走回来，这时候怎么办？那这时候就不能直接用这种方法，它还是可以解，而且还是背上第一批的观念来解，但是就没有像这个图这么简单哦。所以我现在举的是最简单的范例，让你能够立刻能够 catch 到它到底是怎么解这个问题哦。那各位资讯系的同学、资工系的同学都有修 DSA 嘛？那有修过Dijkstra algorithm， 有印象请举手。好，有印象哦。那个也是一个 DP 的方法。哦，当初他在解的时候，他没有跟你讲是 DP， 他就跟你讲说，哦，这样，他也是在剥洋葱，记不记得这样一圈一圈一直剥下去越来越大？那个就是 DP 的方法。但是呢，他在说明这个解法的时候，他并没有说明是 DP， 但是它整个概念就是 DP。哦，所以你可以想看这个 DP 可以涵盖多少范围？那包括我们的演算法的书里面有没有白森那本 Introduction to Algorithm 里面有一个 chapter 整个都在讲 DP， 那你可见这个 DP 的博大精深。哦，我在念研究所的时候，我在 Berkeley 那时候就修公共系的课，一门课就叫 DP， 那就一整个学期都在讲 DP。哦，那你就发觉 DP 的变化实在高深莫测，变化来变化去。所以你知道原理其实很容易，但是你就要把它一个问题把它 formulate 成 DP， 这是最难的部分。好，那各位知道很多在资讯系的程式竞赛，很多问题都是 DP。好，那一旦你知道怎么用 DP 解，大概8、9不离10就可以很快解出来。如果你没办法把它 formulate 我们这样的3部曲，那你就会解不出来，因为DP 是最有效的，你不用 DP 解，你就是用暴力搜寻。暴力搜寻就是这边每一条路径都去走一遍，你就会发觉你时间上会根本来不及。所以 DP 是讲了这么多，只是让各位知道说 DP 是一个很重要的知识，很重要的方法，各位一定要了解。那这边还有几个连接哦，这边有 Flash 连接，有 GIF 档的连接，这个我就不秀了，因为我刚刚已经用人体动画秀过一遍哦。那你点进去这个 GIF 档，它一样会有动画会呈现。这就是我的 GIF 档子，然后这边等一下我把它的有点乱哦，我把它的擦掉。哦，这就是 GIF 档的动画呈现哦。哦，有没有9、6？有没有洋葱切洋葱一层一层往下剥，然后剥到最后一层是12，然后这样绕回去，答案就全部出来。那这里有一些观察 observation， 看看学到了什么东西哦。
如果 T7 找到了，那任何 K 小于 7就全部被找到了。那这个也是很明显哦，在前面你要找到这个，你必须要找到，你要找到 T7，你是不是要找到 T4 也要找到 ，T5 也要找到 ，T6 也要找到？那你要找到 T4、T5、T6，前面的就通通要找到。所以这边只是跟你讲说，一旦你找到最后的答案，任何一点的最短路径，你就全部都找到了，这就是 DP 的特性。所有的 subproblem 你一定要都知道它的 optimal solution， 你才能够组合成更大的问题的 optimal solution。那再过来第二部分呢是 multi-stage， 它是 layer by layer computation。你可以看一层又一层一层，所以在这个图里面并没有 loop。那我刚刚讲过，如果有 loop 要怎么办？有，它一样有方法去解。那也是用 DP 的方法去解，那这个我们就在这里不仔细讲。那这边特别要注意是，我为什么要讲这个问题呢？讲这个 path finding， 就是任何 DP 的问题，你都可以把它 visualize， 都可以把它想象成它就是在走路径。那只是说你怎么样定义这个 node 能不能叠到下一个 node， 那它的 cost 是多少？那如果你能够把它转换成这个 path finding 的问题的话，formulate DP 的三部曲就很容易就会跳出来。好，我们再来看这个 principle of optimality。现在再来看这个就会比较清楚一点。这个 optimal policy 指的就是说我到底要往哪里走，往东走，往西走等等，要走到哪一个 node。那不管你的 initial state 是多少，不管你前面的 decision 是多少，那你最后走出来路径呢 ，remaining decision 有没有？这 remaining decision 呢，就是在这很长的过程中呢，你随便切一段下来，它一定也是一个 optimal policy， 一定也是一个 optimal path。那如果我们从我们刚刚讲找路径这个问题来看，假设呢，从起点在这里，终点在这里，那最后我最佳路径长的是这个样子，那你一定可以确认说，从这一条路径呢里面任取2点下来，比如说从 A 走到 B， 那这一段也一定是最佳路径。为什么呢？因为如果它不是最佳路径，那我是不是可以走另外一段？那这一段比这一段，这上下2段来讲，下面这一段比上面那一段还要更短啊，那么表示原先的就一定不是最佳路径。所以这就是逻辑上，若 P 则 Q， 那可以改成若非 Q 则非 P。所以我再讲一遍，就是说从 start 到 end， 如果是最佳路径的话，那么任取一段也必须是最佳路径。这是若 P 则 Q。那反过来讲说，如果 A 和 B 走的不是最佳路径的话，那么原来那个路径它也不是最佳路径，因为你可以把它代换掉嘛。所以这就是若非 Q 则非 P。所以这整个就是我们的 optimal principle of optimality 在讲的事情，就是你不管你怎么走来走去，那假设你这边走的是最好的路径，那任何一段也必须是最好的路径，也就是说你采取的 policy 都是 optimal 的 policy。好，同学到这里有没有什么问题？我看很多同学都郁症乏力啊，眼睛都睁不开来了，快眯起来了有问题吗？有人举手了，在打呵欠而已啊。好，有问题请随时提出来。这是到现在全部讲的都是概念的问题而已，就是一个简单的概念，你可以用到很多其他各式各样的地方，你不觉得这很神奇吗？好，那么 DP 呢也有各式各样的做法，我们常常碰到叫做 button up approach。button up 呢就是从最基本的开始，就是我们刚刚讲在刮洋葱嘛，从 node 等于0的地方这样慢慢往前刮，往前刮，往前刮。那先解决 small subproblems， 把小问题解决了，然后把结果要把它储存下来哦。当我讲结果要储存下来，意思就是说你必须把记录走到这个 node 最短路径是多少，同时记录是从哪里走过来的，这个就是先要把它储存下来，以后就不用再算那这也是 DP 的另外一个特性。因为很多人讲说 DP 其实就是把它记录下来而已嘛。
但这个讲的太肤浅哦，当然是一定要记录下来，但是怎么样把它转成 DP 的问题，这个转成 DB 可以解的3部曲，这个才是更深层、更重要的问题。哦，那么最后呢，就是 reuse previous result， 就是用前面的已经解出来的方式，慢慢把它合起来，得到最后的 solution。那么最后呢，就是我们可以把它降到最后，它就是一个 path finding 的 problem， 然后把一个 table 把它填满。我们刚刚是在图上面填，那有时候会变成在填 table。好，这边还有一些特性呢，我们再说明一下。通常呢，我们必须 store backtracking information， 就是你走到这个 node， 请问你是从哪里走过来？所以要把它记录下来。那这个只是为了 efficiency， 就是你走到最后以后，走到最后一个 node， 我要一路再走回来。当然你走回来时，你还可以再查说，因为我这个 minima 到底从哪一条路径发生？那何必呢？太花时间嘛。就前面都已经算过了嘛，你就把它记录下来，所以 backtrack 的时候会比较快一点哦。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讲的，一旦整个大问题解出来了，所有的小问题也就全部解出来了。我记得是所有的小问题都要解出来哦，因为他要把所有的可能性都抓出来。所以像刚刚我们的 path finding， 你一旦到最后一个点的最短路径出来，那其他每一个点最短路径也就全部都出来了。那常常有同学问说，好，我可以 DP 可以找到最佳的路径，那请问你可不可以找到次佳的路径？但是就没这么简单哦。你要找到次佳路径呢，就不是说在 DP 上面做一些手脚就解决了，那你就必须用另外一套方法，这个叫 N-based 的方法哦，网络上可以查得到。那 N-based 的大概是1980几年，1977几还是8几年人家提出来的。哦，用 N-based 方法你就可以记录，比如说我要记录前10条最佳的路径 ，DP 只是帮你找1条。但你又要找第2好、第3好、第4好路径，你就要多记录很多 information 在你走的过程中，然后最后才能够 backtrack 回来找出，比如说前5条最佳的路径。哦，那这个也是一样，这个是不在我们课程范围，所以我这边就不仔细介绍。好，这边就是有关于 DP 的介绍。